嘿，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互夸模型出的这一款白地，依旧会带一个这样的旋转底座，放上去以后非常的稳定。对比一下涂装方面，做了非常漂亮的迷彩色，完全全新的设计啊。后边这个地方的垂直尾翼，这回也变成了可动式的，哎，非常的帅。前方的小压翼来回的旋转。 根部还有一个限位，舱盖同样可以打开。驾驶舱里边的细节刻画的非常丰富，在这么点的尺寸上边，操作面板啦、仪表盘啦，还有这一些操作杆都有刻画出来啊。靠背上边的安全带用玉涂装所展现，这一块是一个整体的零件。天鹅颈的曲线特别优美，哇！整体上边的一些刻线也是做的很精致的。 一些小的细节涂装点缀，翅膀上的 logo 和尾翼上面的涂装刻画，超级漂亮。发动机里边的小涡轮刻画，以及机腹部整体的流线型。背后这里的喷口，上下盖子都可以打开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后边的涡轮。哇，超级精致！但是有一个更厉害的技术进步点，之前的这一款。 下方的起落架了、弹舱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用替换的零件来卸下盖子更换的，而这一回的起落架直接做成了翻出式，用这个小顶针直接就可以翻出来。在这么极限的尺寸上边，还做出了可翻折式的起落架，这个太牛了！所以它里边会带一个这么点的顶针，让你去方便操作。 起落架还有涂装，而且这上边的轮子其实是可以滚动的，还，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！这个里边还是真实刻画的弹舱，真的有导弹，哇，太牛了！这个技术，板件上面还有2枚备用的不同型号的弹，看你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换。我的天哪，真是让人非常惊讶的技术！这么点的尺寸，1:144的比例，竟然把这些细节全部做了出来。没想到一体的起落架和弹舱都给你刻画了出来。当然，这个在拼装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更加的小心翼翼。毕竟你想象一下，这么点的一个飞机只有15公分的尺寸，这个技术力太恐怖了。 而且这些涂装的条纹其实都有荧光漆的效果啊，用紫光灯照一下，会变色。只能说这家的技术力真的越来越牛了，而且不光小的做的厉害，它还做了大的，1:72比例的合金成品版的寒光蚁形。盒子上面配备了塑料提手，哇，这个拿起来是真的重。磁吸扣的盖子，透明窗户，直接就可以看到内容物。里面带了一张金属的收藏卡。 质地相当的扎实，分量非常足的合金地台，上面有一些透明零件的点缀，在这3个方向都做了抽屉，可以把配件啦、导弹都放在这里边进行收纳。上方的这个透明3角盖子可以拿下来，支架也是一个合金的，分量十分的足，装上去，把钥匙扣锁上。但是这个大的地台就不能旋转了。 上方这里的球形关节可以来回的调整，光这个地台的分量就来到了497克，哇，1斤的地台。本体带了6发不同型号的导弹，安插在下方的架子上，另外还带了一个小工具，方便你去抠这些舱盖和里边的小起落架。这些都是合金的零件，哇，拿起来特别的扎实。 起落架有涂装，轮子也是可以滚动的，还是橡胶的轮胎，纯合金，超级重的一辆寒光蚁形。哎呦，这个家伙的分量来到了541克。摘掉下方的盖子，加上起落架的数值更加恐怖，1038克。前方主炮的位置上下左右可以来回的活动，垂直起降的发动机根部这里也可以来回旋转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，顺着这个孔也能看到涡轮的叶片，还有中间的这一片也是可以来回波动的。打开驾驶舱盖，在里边刻画的细节更加丰富了，还做了涂装的分色处理，座位上边的安全带，后边的警示纹，前方的仪表盘也做了细致的刻画。哇，前方这里的造型
涂装和刻线做的也是非常精致的。哦呀，这个太牛了！纯纯的铁疙瘩，拿在手里边其实挺压手的。尾翼这里的造型和一些涂装刻线做的特别精致。哎呀，对比之前我们玩过的这一款小的1:72的尺寸，自然做的更大，细节做的也更加丰富。合金的机身拿起来的质感特别的强，以及可以收纳的起落架，自然在大比例上边肯定要完全实现了。而且尺寸做的更大，金翼上边的文字这回可以完全的看清，不准踩踏。还有这里的尾喷口危险都是中文说明的字样。垂直起降发动机这上边的文字已经小到了看不清了，我甚至这个聚焦都聚不到。尾喷口危险，喷口这里也做了精致的涂装刻画。1:72的这个比例，更大的尺寸，所以可以把细节做得更完善啊。纯合金的材质，拿起来相当的有分量。拿在手里边就那种扎实的感觉。虽然是一个航空的文创产品，但是你这个质感做的太过分了呀！更大的比例，所以尺寸来到了27公分左右，跟之前的144比例放一起对比一下，这个尺寸会更加的直观。那么以上便是互夸模型本次出的2款新品了。作为南天门计划的这种科幻战将，144比例的白帝更多的展现是这一次改进了之后，全新的结构可以实现弹舱和起落架的真实翻开。这个我觉得就是纯纯的炫技了，炫它在注塑工艺上面的技巧，以及在预涂装方面做的精致效果。而72比例的寒光蚁形更多的是展现它在合金零件铸造上边的一些技术，全身流线的效果，摸任何的一个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飞边毛刺。特别的圆润，打磨工艺也是相当的精致，然后右上的涂装，冰冷肃杀，沉甸甸的分量，作为收藏品绝对是非常棒的题材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互夸模型新出的这2款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